丈夫约见妻子的弟媳妇，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单独见面商量商量。这位弟媳妇心存疑虑，我大姑姐是有点粗枝大叶的，长得还不太好看，可姐夫你也不应该有什么事情跟我这当小镜子的单独商量啊，我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姐夫，有啥事儿你就电话里说呗，有必要非得见面吗？沈彤，你不知道，这事儿非得当面说不行，而且要对我家马如凤和你家马如飞保密，等见了面一说你就明白了。于是这位弟媳妇沈彤怀着一半好奇一半无奈的心情，答应了大姑姐马如凤的丈夫这位姐夫费心的邀请，在动物园的假山后边单独见面。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地方呢？费心说了，因为这动物园靠近郊区，不容易碰上熟人，虽然味道差了点，可他们俩往那假山后边一躲，十分的隐秘，也很安全。姐夫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快说吧，说完了咱早点回去。好吧，那我就开门见山。你公公，我的老岳父，他老人家中奖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最近的那期彩票，奖金好几千万。弟媳妇沈彤一听就是一愣，紧接着她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姐夫你可真会开玩笑，跑这么大老远的就为了说这么个笑话呀？我看老爷子最近一切如常，哪像是中了大奖的样子呀？姐夫费心仍然是表情严肃。沈彤，你别不信，这种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老爷子是中奖了无疑，只是看样子他是不打算跟子女们说，所以故意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我今天约你出来呀，主要是想商量一下，怎么让老爷子主动开口，把中奖的事情说出来，把钱呢跟子女们分一分。你想想，他老人家快70岁了，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么多钱别便宜了银行啊。听到这儿，弟媳妇沈彤有点相信了。姐夫，那你跟我姐说了吗？她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老婆马如凤和你们家那位马如飞，这姐弟俩呀，都是头脑过于简单的人，这种事情还是先不告诉他们的好。我说，要是分钱的话，老爷子肯定是给儿子留大份，所以说你更应该着急才对。弟媳妇沈彤听完之后微微点了点头，于是姐夫费心就如此这般又交代了一番。他说呀，老岳父一直对我就不太喜欢，你是儿媳妇，更容易取得老人家的信任，所以你应该多表现孝心。老爷子一感动，没准就把中奖的事情说了。沈彤紧绷嘴唇，认真的点了点头。老汉马大全一个人单独居住，这一天吃过早饭，正想着出门去买彩票呢，儿媳妇沈彤抱着吃奶的孙子来了。爸，您这是要出去呀？我是来帮您搞搞卫生，洗洗衣服和床单什么的。哦，怎么就你自己呀？如飞她干啥呢？如飞最近工作有点忙，让我过来做一下家务。说着话，儿媳妇沈彤就抱着孩子进了屋。老汉马大全搓着双手，稍微有点局促。这小子自己不爱干活，派媳妇来。小童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床单被罩上个礼拜刚洗过，还不脏，你一个人带孩子够累的了，不要管我了。儿媳妇沈彤这么一听，眉头一皱，便把儿子放到摇篮里，边回答，爸，你错怪如飞了，他最近的确很忙，我带着孩子上不了班，他也是想多工作多挣钱。您年轻的时候更是不容易呀，一个人带俩孩子，还得奔吃喝。现在年岁大了，没人照顾怎么能行呢？我们做小辈的应该多孝敬孝敬您，
这卫生搞干净一点啊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说着话，沈通就走向卧室去拆床单被罩了。老汉马大全很受感动，隔着门口看了一眼儿媳妇沈彤忙着干活的背影，他抬头略微思索了片刻：“小彤啊，下周你再来一趟吧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先别告诉如妃啊。”沈彤这么一听，心中暗喜，嘿，有门儿，看来公公这是被我感动了，要说彩票的事情。表面上故作平静：“行，爸，只要您说话，我随叫随到。”1周7天很快就过去了，沈彤如约而至，抱着孩子进了家门。公爹马老汉亲手倒了一杯茶水：“小彤，你先喝口热水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沈彤心怀激动，表情尽量做到平淡，很快喝完了这杯茶水。老汉马大全用老年代步车载着儿媳和孙子来到了另一个居民小区，找到一户人家，进门一看，沈彤这才明白，原来这是一位退休老太太的家。这位老阿姨侯桂花比马大全老汉小12岁，还不到60，跟马老汉是在老年俱乐部认识的。侯桂花很好客，亲自下厨，很快就做好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这2老1少1幼边吃边聊，很轻松很开心。吃过饭回家路上，马大全老汉就问了：“小彤啊，你看你这位侯阿姨人怎么样啊？”“很好啊，我看这侯阿姨不错，挺实在的。”“小彤，你说我要是把她娶回咱家行不行啊？”虽然刚才吃饭的时候沈彤对2位老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察觉，可公爹马老汉忽然这么一问，他还是难免打了个愣神儿。爸，我看没什么不行的，不过您还是跟姐姐和如妃他们俩先商量商量才好。”回到家之后，沈彤主动联系了大姑姐夫费鑫，到动物园的假山后边，把公爹马老汉要娶后老伴的情况一说。费鑫眉头一皱：“沈彤，我看那个叫什么侯阿姨的十有八九就是个骗子，肯定是图老爷子的钱。早怎么没听说他们这回事啊？最近老头刚中了奖，他就着急上赶着要嫁过来了。不行，咱们得抓紧采取措施啊！”2个人商量了半天，唯一的办法还只能是分别回家告诉自己的配偶：沈彤的丈夫马如飞，费鑫的妻子马如凤，让这姐弟俩去劝劝他们的亲爹马大全老汉，多长个心眼儿，别让那个侯桂花老太太给骗了。结果费鑫和沈彤分头回家，跟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分别一说，这马如凤和马如飞姐弟俩反应一样，一是不相信老爷子买彩票中奖了，即使是真中了奖，他老人家不主动说，咱们当儿女的也不应该问；二是老人家早年丧妻，孤独了一辈子，现在如果真能有个合适的老伴儿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，举双手赞成，是越快结婚越好。嘿，费鑫与沈彤都很失望，再一次来到老地方动物园的假山后边商量对策。刚说了没几句话，这回可倒了霉了。原来假山建成之后一直空着，现在刚刚搬过来一个猴群，有好几十只猴子。猴王一看有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鬼鬼祟祟的，他就吱吱吱一通叫喊，群猴闻声而动，就把费鑫和沈彤团团围在了当中。幸亏动物园的管理员及时赶到，驱散猴群，这才救出了费鑫和沈彤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，可这位姐夫费鑫与小妗子沈彤被猴群围攻的遭遇，有几位游客用手机全程记录下来了，上传到朋友圈，被人们疯狂转发，视频火了。
他们的丈夫和妻子马如凤、马如飞这姐弟俩也都看到了这段视频，回到家就分别质问自己的丈夫和妻子：你和我弟媳妇沈彤干嘛去了？怎么你俩还单独约会呀？你为什么会跟我姐夫在一起？你俩这是第几次了？这两对夫妻相同的时间，分别在自己家里正在争吵不休呢。忽然先后接到了侯桂花老太太打来的电话：你爸在我家突发心脏病，现在救护车正赶往医院呢，你们快点也到人民医院去吧。原来是马大全老汉在侯桂花老太太家，两个人一起喝茶聊天，时间久了点，马老汉突然心脏病发作了。幸亏侯桂花学过急救，同时还拨打了120，这才及时送到了医院，很快将马大全老汉抢救过来了。回到家，一家人这么一聊，儿媳妇沈彤就干脆把话明说了：爸，您到底是不是买彩票中奖了呀？我哪中什么奖了，我只是陪着朋友去领奖了。不过这个朋友是谁呀？我是要绝对保密的，任何人也甭想打听。既然如此，女儿马如凤、女婿费新、儿子马如飞、儿媳妇沈彤这两对年轻夫妻也就全都释然了。忽然，女婿费新盯着老太太侯桂花仔细观瞧，瞅得侯桂花有点发毛。侯阿姨，您的母亲是不是有个姐姐叫叶兰花呀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呀，叶兰花是我的姥姥啊，我妈妈是你的表妹，叫冯四春，您还记得吗？原来他们还真是一门亲戚，只是多年没怎么走动，见面都差点没认出来。不久之后，马大全老汉与老太太侯桂花登记结婚，成为了一对老年夫妻。